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15种天生受宠的女人相，走到哪里都受喜欢。很多女生都希望自己能够得到所有的宠爱，家人的宠爱，伴侣的宠爱。其实我们常常可以从一个人的面相看出一个人的运势如何，命运如何，性格如何。那么天生受宠爱的女人面相都有哪些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1. 头发柔顺。头发特别柔润的女生通常很受男人宠爱，她们一般为人很幽默风趣。头发特别柔润的女生代表做事很细心，待人和气，个性也讨人喜欢。在恋爱中，她们就很容易收获来自异性的宠爱，社交圈中也会收获朋友的。婚姻中，她们大多命运平稳，生活中很受丈夫的宠爱，婚姻幸福无比。2. 眼神和善清澈。眼神和善清澈的女人拥有一对会说话的水灵灵的眼睛，她们大多生性善良单纯，容易博得他人的怜爱。男人从她们的眼睛里似乎就能看懂她们的内心世界，简单不复杂。这类型的女性总是特别容易得到好男人的青睐，让人产生想照顾和保护他们的欲望。所以眼神和善清澈的女人具有很高的受宠指数。3. 地格宽圆。地格就是下巴，女人下巴宽是好命，富贵命，旺夫命。这种女生往往爱情圆满，顾家，热心工作，乐于照顾别人，心情温和，和悦性格。因为下巴宽圆的女人有度量，可以包容万事万物，彼此不容易与他人发生争执和冲突，相处会很融洽。注意，如果女生双层下巴，则表示爱情丰富，温厚马实，包容力强，有才气，不过好色，性气强壮。4. 下巴丰满。下巴长得丰满，说明这女人物资充足，一生钱财无忧，尤其是晚景。常听到一句老话，下巴肉肉，晚景无忧。下巴丰满并且有着双下巴的人，相貌就是有帮夫运的好相。从小到大，苦日子与他们无缘，即使嫁再穷，在婚后凭借自己的旺夫运，使得老公越来越有成就，财富也越来越多，而且在生活中常常能够帮到自己的伴侣，夫妻恩爱，和和美美，是有福气的好面相。5. 脑门有痣。脑门上长痣的女生就是属于比较内热的女生，外表淑女，内心热切，很容易得到异性的好感。这项学在很大程度上能看出女生的性特征，从而看出其是否被男性宠爱。比如眉眼外长痣的女生通常是花心者，而眼下面偏外侧有痣的女生是异性投怀送抱的类型。左眼角下方长痣的女生则体现多愁善感，嘴角上方长痣的女生会带来相当高的人气，不过容易导致桃花劫。6. 耳垂厚大。一个人有没有腹肌，通过耳朵就能够反映出来。对于女人来说，耳垂厚大是非常好的面相，不仅自身能力很出众，与周围的人也能够非常友好的相处。耳垂厚大的女人从小听话懂事，乖巧可爱，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受尽了父母的宠爱与呵护。结婚以后，她们又能够得到丈夫的宠溺，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东西，对方都会极力去满足，花再多的钱都没有怨言。耳垂厚大的女人是非常有福气的，属于天生的公主命，一辈子都被人宠爱着。7. 声音柔和。声音柔和的女人大多是非常温柔的，脾气也很好，从来不会将负面情绪展现在别人面前，更不会与人大喊大叫，总是会给人一种温婉贤淑的感觉。声音柔和的女人很容易得到男人的好感与保护欲，男人从来不舍得让他们生气，无论做什么事儿都会把他们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与这种类型的女人在一起相处，会让人感觉特别的舒服，因为不用担心他们会闹情绪，也不用担心没事找事儿，
所以声音柔和的女人能够得到大家的宠爱与包容，即使做错的事情也没有人与她们计较，可以说是非常好命了。8. 嘴角上扬。嘴角上扬的女人通常会给人一种特别乐观的感觉，仿佛每天都处于很开心的状态，能够给身边的人带来积极向上的正能量。这种面相的女人没有什么心机，并且心胸豁达乐观，不喜欢与人斤斤计较，很容易原谅和体谅别人。嘴角上扬的女人性格很开朗，大方知性，乐观坚强，并且有着很强烈的是非观，在大是大非面前从来不会考虑自己，而且能够顾全大局。这种类型的女人能够得到周围人的尊重与支持，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有人给予帮助，尤其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愿意施以援手的人特别的多。另外，这种类型的女人婚姻生活是非常幸福的，与丈夫的感情深厚，两个人能够携手面对生活中的风风雨雨，尤其在丈夫发达之后，更是把他们当成宝贝一样来宠爱。9. 鼻头圆。对于一个鼻头圆的人来说，其实吸引到自己周围的人也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因为这种鼻相的人在生活中一般都很随和，而且其本人还缺乏攻击性，让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这样的人自然可以不管到什么地方都得到大家的宠爱了。10. 眉毛浓。有时候一个人之所以可以得到大家的宠爱，也许是因为这个人很重义气。例如眉毛浓的人，这种人在生活中通常都是非常之重感情、重义气的，可以很赤诚地对待自己周围的人，这样一来自然就可以很容易地吸引到朋友了。因此眉毛浓的人也可以受人宠爱。11. 耳朵大。虽然耳朵大的人很多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和自己周围的人交流，因为是在生活中，这种人也还是可以容易得到大家的宠爱的。因为耳朵大的人身上有一种祥和的气息，这种气息可以使得其本人容易得到大家友善的对待，从而变得越来越受欢迎。12. 人中清晰深长。这种女人天生就很孝顺自己的父母和公公婆婆，因此她们生出来的孩子也能够秉承孝道，最终会夫荣子孝，所以这种女人很有福气。她们一生人缘很好，也同样受尽宠爱。这面相特征的人注定是少奶奶命，能嫁给富贵人家，能得到婆家每个人的喜欢与疼爱，家业也越来越兴旺，财富也越变越多。13. 额头圆。在面相学中，女人的额头代表其运势和男女福音，耳朵则是代表女人的幸福运气。女人的额头高耸，表示其非常的有才华，男性是不会因为你有才华而去嫉妒你，而是会对有才华的女性心生仰慕、爱慕。加上耳朵圆轮，耳的上缘稍圆，同时耳的上缘高于眉，耳的下缘低于鼻。这样的面相的女人是非常有福相的一个人，这种非常招男人喜欢。不过有一点女生要注意了，如果女生经常被男性吻耳朵，那么就意味着你太被人宠爱，具有被性挑拨的意味，需谨慎。14. 法令纹深长。法令纹是位于鼻翼边延伸到下的两道纹路，是典型的皮肤组织老化形成肌肤外表凹陷的现象，觉得不美观，但其实这是一种有福的面相，是典型的皮肤组织老化形成皮肤外表凹陷的现象。法令纹深长的女人寿命也是很长的，法令纹是位于鼻翼边延伸而下的两条纹路，是典型的皮肤组织老化形成的肌肤外表凹陷的现象，越长就是寿命越长。他们能在事业当中好好的发挥本人的才能，能成为一个很凶猛的人。这样的人会把本人的青春都贡献给事业的。典型的事业女强人就是这样，他们很容易就能成为指导的人。他们的下属都很信任他们，绝对不会听从他们的命令。这样的人普通都是很有威严的。15. 田宅宫开阔。女人的田宅宫长得开阔，而且没有疤痕的话，财运惊人。她们出生条件就比普通人好，会得到很多晚辈们留下来的财富，
生活中容易得到贵人的协助，即使没有很努力的工作，也能够得到颇丰的财产。只需善加应用这种财富，就会让本人的资产变得更多，所以往后会过得越来越富有。那么本人将来的生活就是会越来越开心的。有时候好的面相是天生的，和原始的家庭氛围有很大的关系，而有些人好的面相是后天自己修来的。所谓面由心生，其实就是和自己的心性有很大关系的。所以要想拥有福气的面相，就要从小事做起，积德行善，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谢谢大家。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穷人和富人之间就差这13个好习惯。美国理财专家调查发现，富人与穷人很大的一个差异是致富习惯。马云说，很多人对赚钱的机会会经历4大步骤：看不见、看不起、看不懂、没赶上。太多赚钱机会在我们身边出现、消失，又出现，又消失。美国富人推崇的10个致富习惯。减少穷人习惯。美国理财专家考利利用5年时间，对美国富人和穷人的日常行为和习惯进行调查和分析。他发现富人与穷人很大的一个差异是致富习惯。那么这些致富习惯是怎样形成的呢？考利认为，成为富人运气只占很小成分，而是与致富习惯有关。致富习惯实际上讲的是人的思维。致富习惯与生活习惯很相像。良好的生活习惯会使人身体健康，甚至长寿。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影响到人们的寿命。而拥有良好的致富习惯会加速人们积累财富。而拥有太多穷人习惯的人，就是拼了命也难以成为富人。下面是富人常见的10个致富习惯。这些习惯融于日常生活之中。更重要的是，这类致富习惯反映的是一种思维和观念。富人相信生活习惯对于财富人生很重要。日常生活习惯是否对成为富人有重要影响呢？富人中有 52% 的人认为会产生主要影响。穷人中持这种观点的比例为 3%。很多富人会说，他们成为富人是运气好，而不少穷人也会说自己运气不好，所以成为不了富人。但什么是运气？运气从哪里来呢？富有人群认为不好的习惯造成的是有害的运气，而好的习惯则可以带来机会的运气。富人重视人脉关系和自我成长。88%的富人认为人脉关系对成为富人至关重要，而持这种观点的穷人只有 17%。去年有句流行语，要想成为富人，就要和土豪交朋友。这话说的没错，而且很经典。人脉往往是钱脉，而富人间的人脉更可以说是经脉。富人不仅切身感受到人脉关系对商业成功至关重要，而且他们也做出许多努力来巩固人脉关系。美国富人维系人脉关系，也许不是彼此成为酒肉朋友，他们可能会在一些小的事情上做出带有人情味的事情。例如，对人脉关系人适逢他们人生大事件时打电话恭喜，祝贺一下生日快乐，甚至是见面喝茶。理财专家考利是有样学样，照猫画虎，就这一招，1年就多赚了6万美元。富人喜欢结交新朋友。68%的富人称他们喜欢交新朋友，而穷人喜欢交新朋友的比例只有 11%。中国人常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多个朋友多条路。广交朋友是扩大人脉的一种方式，在美国也是如此。富人认为攒钱很重要。88%的富人认为攒钱是致富的基础，
在这一点上，52%的穷人也赞同。要想成为富人，不仅要能挣大钱，而且要勤俭持家，积聚财富。花天酒地，挥霍无度，即使家有金山银山，也有会被掏空的一天。富人教育子女有一条28定律，就是在生活中不要做月光族，至少收入的20%要用于储蓄或者投资。富人坚信生活的命运由自己决定，在由谁来决定自己命运上，90%的富人表示是由自己，而穷人中只有10%的人认为命运由自己决定。穷人大多认为自己命不好，没个好爸爸。在受访的美国富人中，大多数人最初也不是富人，也没有个好爸爸来撑腰，但他们秉持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信念，努力向改进自己命运的目标进发。这种态度也是他们能够成为富有之人的一个因素。富人致富依赖创造性，而不仅是聪明。75%的富人视创造性为成为富人的重要条件。穷人中11%的人认为是如此。富人更多的相信创造性会极大影响能否成功，而穷人则更多的认为自己穷是因为不够聪明。很多成为富人的人在大学的时候读书成绩只是 C， 也就是勉强及格。他们算不上聪明的人和学霸，但这些人注重创意，而不是死读书。走上社会后更能发挥自己的能力。富人喜爱他们的工作，85%的富人称他们喜爱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而穷人仅有2%的人称喜爱自己的工作。86%的富人平均每周工作50个小时，81%的富人称他们要做比工作所要求更多的事情。富人的工作往往是自己开创事业，全身心的投入，而穷人多是打工族，要想做到全身心投入，要求有点过高。富人相信身体健康是赚钱的本钱，85%的富人将身体健康看得很重要，而且也认为这是赚钱的本钱，但穷人却是把身体健康看得不甚重要。13%的穷人认为身体健康是革命的本钱。一位富人曾说，我不可能在医院的病床上赚钱。身体健康意味着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开拓事业，也会更多的积累财富。身体健康还会将积累财富的时间拉长。一个人再富有，英年早逝也是一种悲剧。富人勇于冒险，63%的富人表示在致富的过程中敢于冒风险。穷人在这方面是底气不足。6%的穷人表示他们赞同致富要勇于冒风险的观点。在学者的调查中，27%的富人在创业致富过程中至少有一次遭遇失败。人们很容易忘记成功，但失败却是刻骨铭心。能从失败中吸取教训，重新站起来，这就具备了可能会成功的基本素质。增加致富习惯，减少穷人习惯。美国理财专家认为，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有一些致富习惯，也会有一些穷人习惯。增加致富习惯有利于积累财富，减少穷人习惯，也可能使人改变贫穷状况。那么生活中的致富习惯又是如何表现的呢？富人在怀疑中了解，穷人在怀疑中拒绝。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知识的海洋却是浩瀚无边的。人生最可悲的就是用有限的生命学习浩瀚无边的知识。而年纪轻轻就成功的人，不是他们聪明，也不可能天生下来就懂。如果非要说他们幸运的话，他们只是找对了教练，学对了东西，仅此而已。富人自信，穷人的自信要通过武装到牙齿，
要通过一身高级名牌的穿戴和豪华的配置，才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自信。穷人的自信往往不是发自内心和自然天成的。而巨富李嘉诚在谈到他的经营秘诀时说，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光景好时绝不过分乐观，光景不好时也不过度悲观，其实就是一种富人特有的自信，自信才能不被外力所左右。这样，面肉横生不可教，人无三尺肚里藏刀。民间有很多关于识人术的俗语，比如说不怕红脸的关公，就怕抿嘴的菩萨等等。这句面肉横生不可教，人无三尺肚里藏刀，其实是老祖宗所总结的识人术。面肉横生不可教，人无三尺肚里藏刀是什么意思？民间老祖宗认为，一个人的成就、性格等等，都会在自己与生俱来的形体、面容上有所体现。同时，老祖宗也认为，一个人的富贵贫贱、生死受夭等等，都是与人的面容、形体一样，都是命中注定的事情。一般而言，没有任何有效的方式可以改变丝毫。于是，人们便认定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外貌，自然也就变成了命运的代名词。那么，这句“面肉横生不可教，人无三尺肚里藏刀”的俗语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来看“面肉横生不可教”这句话，什么横肉？为什么老祖宗会认为面生横肉的人不能相交呢？首先，横肉自然是那些脸上看起来十分凶恶的面貌，这样的人脸上的肉不是胖乎乎的可爱，而是有点纹路或者是褶子，看起来凶神恶煞的样子。老祖宗一般认为这样的人性格比较彪悍、凶恶，为人处事都比较凶恶，与这样的人交往会有相当程度上的危险。但其实这句话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因为我们经常会说人不可貌相，从一个人的外貌来判断一个人的心性和命运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不科学的。接下来我们说人无三尺肚里藏刀，这句俗语中人无三尺指的是什么意思？三尺又是指什么呢？古人除了用三尺表达长度之外，还有很多代指，比如说杜甫曾有风尘三尺剑，社稷亦容一的说法，这里的三尺指的是剑，而在这句俗语中，三尺应该指的是尺寸，或者说是个头。三尺有多少？按照今天的说法，大概是1米左右。难道人无三尺就是指不足1米的个头吗？确实，这句俗语中三尺说的就是个子的问题。老祖宗认为，如果人无三尺，就说明他口蜜腹剑，表里不一。有人会担心自己面相差，应先自己的运势。接下来介绍带煞的7种面相化解方法。发型、穿着围巾都可以转运。一煞，额头，额头也是天庭，代表智慧，也代表早年运气。额头低陷，发际距离眉毛很近，代表早年运气不佳。押韵，父母对你助力不大。改变方法，改变发型，用发型弥补脑门低陷、压眼的不足，来达到改运的目的。二煞，发质粗硬，发质粗硬、干枯是粗暴莽撞的表现，给人印象不好，影响人们的运气。改变方法，剪短头发，切记不要留长发，弥补你的缺点。长期间整齐的短发让你精神焕发，能弥补你的缺陷，久而久之，你的性格也会得到改变，运气也就好了。三煞，眉毛散乱，眼睛无神，眉毛散乱影响人际关系，贵人缘不好，小人多，而且眼睛混沌无神，影响你的财富收入。改变方法，配到一副适合你自己的漂亮眼镜，挡住你的眉毛和眼睛的缺陷。记住，眼镜要起到装饰的作用，千万不要戴上不符合你身份的眼镜，让你适得其反。眼镜佩戴合适恰当，时间一长可以起到改变运气的作用。眉毛可以到美容院适当修理下。四煞，哭子相，这种相貌很多人都见过，大多是长时间的贫苦压抑造成的，没有实力，没有勇气，没有信心，
唉声叹气，整天露出一脸苦闷之相，影响你的运气。谁都不愿意总和一个苦瓜脸打交道，恐怕连财神也不愿意眷顾你。改变方法：广交朋友，多点活动，多点勤奋，多点乐观，多多开心，多点阿 Q 精神。精神一好，就能去掉你的枯子相，只有这样，你才能风生水起，交好运。五煞：鼻子塌陷，孤立。鼻子是人的财路宫，鼻子圆润有肉的好。鼻子塌陷，容易引起周围人们的欺压；鼻子孤立，容易破财，也容易引起外人的孤立，对你的运气不好。改变方法：如果能通过整容改运，也是一件好事；如不好改变，女人可以通过化妆来弥补缺陷，男的就要通过日常生活的习性和修养来改变自己的不足了。六煞：下巴地格短小缺陷，下巴地格要方圆有肉，两腮下垂为吉利，代表中晚年运气吉利顺畅。如果下巴尖小、短眉有缺陷，你就要想办法规避其弱点。改变方法：可以用穿衣佩戴装饰品修饰，女士可以用围巾、项圈做装饰来衬托改变自己的不足，时间一长会给你带来好运。七煞：臀部瘦弱，臀部瘦弱让人感觉单薄，没有根基，没有实力，有弱不禁风的感觉，影响你的根基运，没人贵人帮助。改变方法：利用穿衣打扮在臀部填充食物来改变你的运气，有效果。但是最实用的办法就是改善生活习惯，多多锻炼，让自己臀部和下肢肌肉健全发达，才是长久的开运方法。除了面肉横生不可交，人无三尺肚里藏刀这句俗语，还有便是头生九龙骨，福禄财做主。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九龙骨又指的是什么呢？头生九龙骨，福禄财做主，还有便是头生九龙骨，福禄财做主。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九龙骨又指的是什么呢？老祖宗经常说相由心生，就是说一个人的内在往往会通过外在表现出来，尤其是在古代，当人们遇到了重大事情的时候，都会十分慎重，而很多人也会通过一些外在表现来判断。想必诸葛亮和魏延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说的便是诸葛亮在最开始的时候便通过魏延的外貌判断他将来要谋反，后来诸葛亮病逝，魏延果然还是反叛。当然，这样的故事只是民间的流传，正史当中自然不是如此。魏延之死也并不是单纯的谋反而已。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识人术在民间流传的范围之广。而老祖宗常说头生九龙骨，福禄财做主的俗语，与民间流传诸葛亮判断魏延必反的说法是一样的。诸葛亮说魏延脑后有反骨，所以将来必反。而老祖宗这句头生九龙骨，福禄财做主的俗语，则是说一个人如果有九龙骨，那么必然是吉祥高照，福禄财齐至的。所谓反骨，我们都知道是脑后凸起的一块，又被人们称之为是后山骨。那么所谓的九龙骨指的又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龙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是吉祥和富贵的象征，而且在古代的封建王朝中，只有帝王才能够配得上龙的称谓，也只有帝王家族才能够穿戴有龙纹样的衣饰，所以龙便与高贵、富贵等美好的寓意结合到了一起。而所谓的九龙骨，便是老祖宗认为的9种预示着高贵、吉祥的骨，它们分别是颧骨、一马骨、将军骨、日角骨、月角骨、龙宫骨、伏羲骨、陈敖骨、龙角骨。这9种骨都在人们的头部，老祖宗认为人们的这9种骨都有着非常吉祥的寓意，如果饱满丰润、凹凸有致，那便是象征着富贵与吉祥。老祖宗所总结出来的这种识人术，大多数人都认为人的外表可以预示一个人的命运、结局。虽然这样的说法终究是片面的，如今我们都明白了，人定胜天，
人不可貌相。这句面肉横生不可交，人无三尺肚里藏刀的俗语，放到如今也不再适用了。说到底，也是受到了古代传统观念中的天命论等思想的影响，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